在上海，这座闪耀着繁华灯火的都市，张小静度过了她人生的4个年头。每天的生活仿佛是一个固定的循环，在同一个早点摊买早饭，搭乘相同的地铁路线上下班，穿着固定搭配的职业装，随着早高峰如潮水般的人流不停地向前游走。她身上最初那种小镇姑娘的稚嫩和好奇正在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坚硬的，甚至有些冷漠的盔甲。但正是这盔甲，让她从局外人变成了局中人，逐渐成为这都市繁华的一部分。清晨的上海，人们陆陆续续地开始一天的繁忙。张小静在地铁口买了今天的早餐，1块面包和1杯豆浆。为了不让衣服沾上食物的痕迹，她把身子稍稍前倾，避免豆浆洒在衬衣上。她吃得迅速又谨慎，对她来说，吃饭只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感到饥饿。她不想在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上浪费时间。每当她穿着职业装在地铁口狼吞虎咽的时候，她总是能听到一个声音：这才是你生活的真相。在一个高端的商务大楼里工作，却毫无生活品质可言。她的生活就像一场永无休止的竞赛，要不断地在这座城市的赛道上前进。正当他被这熟悉的声音压得喘不过气时，他望向地铁对面的写字楼，透明的落地窗后，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正在现代而明亮的办公桌前繁忙地走动着。他看到的是别人，又仿佛是自己的镜像。在这座城市里，又有谁不是拼了命的努力向上呢？他突然想起，公司正在筹备一个重大的海外项目，如果他能抓住这次机会，那么就距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想到这里，他狠狠地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转身走进了地铁站。到达公司后，小静像往常一样与同事们打招呼：“嘿，小丽，昨天的合同准备的怎么样了？”“静姐，我都准备好了，您放心吧。”小丽回答。“效率很高嘛。好，中午请你喝奶茶。”“多谢静姐。”“没有我的份吗？”“都有，每人1杯，我请客。”小静凭借着她的亲和力和勤奋努力，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正当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时，总经理带着一位新面孔走进了办公室。“大家安静一下，这位是 Sarah， 是法国总部刚派到上海的项目顾问。接下来 Sarah 将接手你们部门的海外项目。Sarah 毕业于巴黎 HEC 商学院，拥有丰富的欧洲和海外市场经验。小静，Sarah 刚到上海，对很多情况不熟悉，你要多支持她的工作呀。”小静强装镇定，微笑着走向 Sarah， 礼貌地伸出手：“以后我们要一起合作，请多多关照。”同事们好奇地看着 Sarah， 而张小静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失落。她原本以为自己会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Sarah 身材高挑，一头乌黑的披肩发，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和职业裙，看上去非常职业和干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Sarah 与公司的同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小静时常看到 Sarah 用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在交谈，在公司的走廊里谈笑风生地走过。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在 Sarah 身上，他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Sarah 不需要迎合同事，也不需要刻意寻找展示才华的机会，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自信和一种少见的从容。她年轻有才华，拥有光鲜的海外学历，视野开阔。而小静除了和她年龄相仿以外，似乎不具备 Sarah 的任何优点。周五下午，小静像往常一样为同事们订了奶茶，但当外卖到达时，却发现办公室空无一人。原来所有人都去参加 Sarah 举办的关于欧洲商务文化的培训了。他默默地走进会议室，找了个角落坐下。他观察着同事们望向 Sarah 的眼神，他确信会议室的每一个人都被 Sarah 的自信和专业深深地折服。培训结束后，张小静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直奔洗手间。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打击。她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然而，面对 Sarah 这样的对手，她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她意识到，尽管自己非常努力，但出身平凡，没有耀眼的高学历，对海外世界一无所知。上海对他而言已是一种自我超越。他曾以为可以凭借努力一直这样走下去，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似乎太幼稚了。就在这时，手机响起，是前台的电话。静姐，前台有客人找你。小静想起今天约了客户，匆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整理好头发和面容，戴上她熟悉的坚强面具，走出了洗手间。过年将至，办公室里充满了热闹的讨论声，同事们都在商量回家的事，但张小静却没有回家的心情。此时的 Sarah 正在办公室里忙碌着。小静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出神地望着埋头工作的 Sarah， 暗自猜想，像 Sarah 这样的人，怎么会理解他们这些普通人的挣扎与苦恼呢？小静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羡慕 Sarah 的成功和自信，她渴望成为像 Sarah 这样优秀的职场女性，但与此同时，她又对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感到无力和挫败。她想起刚离开家乡时，家人们都在劝她别去上海。那时的她雄心壮志，立志要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地。她不敢想象如何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面对家人。她低下头，沉思了片刻，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喂，妈，你吃饭了吗？没吃呢，正和你爸看电视呢。你们几号放假啊？眼看要过年了。今年机票和火车票特别难买，我都抢了好几天了也没买到。要不今年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妈妈那边先是沉默了几秒，然后马上就说：行行，没事儿，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你工作忙，过年放假了，在家好好休息。要不你打电话让徐磊去陪你？不用了妈，你就别操心了。现在去哪儿的票都不好买。哦，对对对，我真是老糊涂了。就在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了另一个声音。谁的电话啊？小静的电话。哦，小静几号回来呀？孩子忙，今年不回来了。小静能听出
妈妈正在努力克制失落，尽可能让语气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小静拿着电话，正在为难怎么安慰妈妈，妈妈却说：“我去给你爸做饭了，你忙吧，照顾好自己。”“妈，你也是，注意身体。”“好好，知道了，放心吧。”妈妈挂了电话，小静安静地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她知道，这个除夕夜注定无法平静地度过。除夕夜的上海，街道少有的空旷，寂静中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小静孤身一人走在繁华的街道上，3两个有说有笑的行人与他擦肩而过。本地人正带着老婆孩子赶往父母和亲戚家，准备一家人热热闹闹看春晚，包饺子，吃个美美的团圆饭。而外地的打工者们也大都踏上了回乡的路。小静总以为自己对上海很熟悉，但她发现自己错了。她熟悉的是那个繁忙拥挤的上海，是那种错觉让她以为自己身在其中。可当她看不到写字楼的彻夜通明，看不到地铁里和她一样奔波的人群，她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孤独和陌生感。小静迎着冷风站在外滩，眼前是江面来往的船只和浦东高楼上闪耀的新年祝福。那祝福的荧光灯越是闪耀，就越是刺痛着小静的心。夕阳已沉入地平线下，寒风渐起。他在这冰冷的空气中站了很久，直到双脚开始感到麻木。他决定沿着马路走走，心想，若是打到车就回家，若没车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就在他时不时向马路上张望的时候，一辆车缓缓停在了他身边。小静起初还以为是跑滴滴的司机，可是当车窗摇下，他看到的竟是 Sarah。 小静，除夕夜你一个人吗？ Sarah 问道。小静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有些错愕，半开玩笑地反问：“你不也一个人吗？” Sarah 听了笑了笑说：“上车，去哪儿？我送你。”小静礼貌地拒绝：“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大过年的打不到车的。” Sarah 说。小静想想也是，于是干脆上了 Sarah 的车。“你家住哪儿啊？” Sarah 问。“你把我送到石门2路吧。”小静回答。就在这时， Sarah 的肚子传来巨大的咕噜声。“抱歉，我刚租的房子，厨房燃气灶还没搞好呢，正发愁去哪儿吃饭，就看到你了。”小静有些尴尬地说：“除夕夜很多餐厅都不开门的，我也没吃饭呢。”上车暖和了一会儿，小静感到一阵强烈的饥饿。这是小静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跟 Sarah 坐在一起。她发现此时的气氛和办公室里不太一样。“你过年不回家啊？你家里有兄弟姐妹照顾父母吗？” Sarah 娴熟地打着方向盘，轻声问道。“我是独生女。”小静回答，声音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无奈。“
过年假期太短了，车票又不好买，干脆就不回了。他稍作停顿后反问：你呢？你有兄弟姐妹吗？萨拉摇了摇头：我也是独生女。她的声音平静，透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小静的目光落在车内的一张照片上，照片里是萨拉和2位白人老人的合影。他好奇地问：这是你的奶奶爷爷？小静不确定地问。萨拉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他们是我父母。小静感到非常惊讶，不知道该说什么，赶紧说：不好意思，我搞错了。萨拉继续解释道：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他们是我的养父养母，我5岁时他们在广州领养了我，后来我们一起搬去了法国。去年疫情期间，我的养父养母都患病去世了。说这些的时候，萨尔的声音特别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小静安静地听着，她没想到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萨拉有着这样的身世。小静的奶奶也是在疫情期间去世的，她无法想象同时失去2位亲人的痛苦。法国的生活肯定跟上海很不一样吧？小静试图用话语来缓和刚才的沉重气氛。萨拉微笑着说：差异确实有，可能在法国的生活更自由一些吧，但有时候会无聊死，尤其是巴黎的冬天，经常阴天。巴黎的夏天特别短，刚感觉到热，夏天就过去了，感觉半年都在过冬。我当时就想，谁说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是最阴冷的城市还差不多。小静被萨拉的夸张表情逗笑了。小静好奇地问：你家住在巴黎哪儿啊？离埃菲尔铁塔近吗？真希望有天能去巴黎看看。萨拉解释说：我家不在市区，我家在巴黎郊区，你可以想象成就跟上海的郊区差不多吧。小静没想到萨拉可以这么轻松地说出自己的真实背景，在这一点上，她似乎给自己太多的精神包袱，活得太累了。萨拉好奇地问：你呢？你老家哪儿的？宝鸡，没听说过吧？小静说。萨拉微笑着摇摇头：中国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宝鸡，这个名字真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法国。小静一脸迷惑地问：为什么啊？你看啊，法国的精神象征是一只高鲁雄鸡，如果我们的首都叫宝鸡，你看多合适。小静被这突如其来的冷笑话逗乐了。萨拉怕小静无聊，随手拿起一盘 CD 放进播放器，悠扬的钢琴声缓缓地流淌出来，音乐悠扬旋转，每个音符都像是在拨动着小静的心弦，时而跃起，时而落下，每个音符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这是什么曲子？真好听。这是意大利钢琴家 Ludovico 的曲子，我的最爱。他的每一首创作都是经典。2个女孩安静地听着音乐，悠扬的曲子仿佛把小静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未知的，但是安全柔软的，让她无比向往的世界。这音乐像是有一种疗愈的魔力，让焦虑和压抑渐渐远去。他的内心随着音乐
仿佛轻盈地飞了起来，体验到一种无比欢欣的自由。随着音乐渐渐接近尾声，车子到达了小静家楼下。小静还沉浸在音乐带来的美好感觉中，直到车子停靠在路边时，她才回过神来。她解开安全带，本想说谢谢你送我回家，但在开门的那一刻，她突然改口说，要不你来我家吃年夜饭，今天饭馆都不开门，你回去了肯定得饿肚子，我可以给咱俩煮火锅吃。Sarah 先生愣了一下，然后在小静期待的目光中爽快地答应了。Sarah 跟着小静走到一栋老房子前，走进一个小门，视线一下昏暗了下来。穿过狭窄的过道，楼道两旁摆放着做饭的厨具和装杂物的箱子。这里住着另外2户人家，其中一家的男主人正在做晚饭，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带着肉香的蒸汽迎面扑来，使得Sarah和小静的饥饿感更强烈了。看到小静回来了，正在做饭的邻居礼貌地退到自家门口，说了声回来啦。小静带着微笑回答，回来了，新年好。这一声新年好，让这个大年夜终于有了一丝过年的气氛。过道十分拥挤，最多只能通过1个人。Sarah 提着手提包，要侧过身子才能通过。小静带着 Sarah 左拐右拐，在昏暗中走上几节木质的楼梯。老化的阶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小静从包里拿出钥匙，打开了门。小静的家不大，仅有的几件家具把房间填得满满的，但布置得温馨而惬意。窗台上的花草旺盛地长着，嫩黄色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个毛绒玩偶，小小的白色茶几上放着没吃完的零食和巧克力。门口的柜子上放着小静和家人的全家福，大人孩子一排排地站在镜头前，每个人都带着微笑。小静接过 Sarah 脱下的大衣，挂在门后，拿出一双拖鞋递给 Sarah， 穿上吧，地板凉。Sarah 凑近照片，看到小静的全家福时，不禁发出感叹，你们家好幸福啊，这么大的一个家庭，聚会时肯定很热闹吧？小静微微一笑回应道，热闹是热闹，但有时候也挺烦的，人多，每个人都想管我。我拍照那天刚跟我爸吵了一架。说着，他指了指照片中的自己。确实，照片上的小静神情有些不高兴。我跟他说想来上海找工作，他不同意。那天就为这事闹得很不开心。Sarah 微笑着说，但你还是来了。小静很解气地回答道，对呀，我才不要听他们的。我从小就在宝鸡出生，宝鸡长大，连大学都是在离家最近的城市西安上的。毕业以后我就想一定要跑远一点，只可惜我父母不希望女孩离家太远。Sarah 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走到沙发前，拿起一个毛绒玩偶，惊喜地说，这个好可爱啊，这个不就是动画片里的那个什么来着？小静补上，龙猫。对对对，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片，
这个龙猫真的太可爱了。小静说，你喜欢啊，送给你，我家多的是，都是抓娃游戏抓的。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丝的得意。Sarah 有些遗憾地说，我从来没玩过抓娃娃。小静好奇地问，法国没有这种游戏吗？ Sarah 摇摇头，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我父母年龄太大了，所以我们通常会一起下棋、打牌，都是些老年社区的活动。我不太了解同年人都玩些什么。说到这里， Sarah 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的心酸，这让小静的心里涌起对 Sarah 的理解和同情。她立刻说，这还不容易吗？改天我带你去玩，我教你一抓一个准儿。Sarah 兴奋地说，好啊。小静随手打开了电视说，你随便坐，我去厨房给咱俩整点好吃的。电视上的春晚刚刚开始， Sarah 在客厅缓缓地打量着。小小的书架上摆着《沉思录》《时间简史》《少有人走的路》1984。他随手拿起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纸条，落了出来。It takes courage to grow up and become who you really are. Sarah 把书放回到书架。虽然她不了解小静，但是她挺喜欢这个努力上进的姑娘。厨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Sarah 走进厨房问，要我帮忙吗？暂时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小静在狭小的厨房里快速地移动着，一会儿从厨房的柜子里翻出半袋火锅调料，一会儿从冰箱里翻出冻水饺、水果，还有一些没吃完的蔬菜。小静戴上围裙，洗菜、切菜，动作娴熟。Sarah 说，没想到你也看《沉思录》，我家也有一本。是吗？小静抬起头，我偶然在书店发现的。我最喜欢的那句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思想所创造的。 Sarah 居然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后半句。小静开心地拍手叫道，哇，你居然也记得这句。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句呢？ Sarah 想了想回答道，我喜欢的这句是，不要去问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引导你，而要问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小静细细品味着，她感到自己对眼前的这个女孩似乎比以前更崇拜了。Sarah 站在小静身后，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小静突然说，麻烦你到我卧室，在床上面的柜子里有个电饭锅，你把电饭锅放到客厅的茶几上就行了。在哪儿啊？ Sarah 有些茫然。你站在我床上，就在柜子最上面，你个子高，肯定能看到的。 Sarah 有些拘促地爬上床，找到了电饭锅，放到了客厅的茶几上。你把电饭锅放在头顶上睡觉啊？Sarah 打趣说，厨房太小了，根本放不下，总比放洗手间强吧？哈哈，那倒是。随着谈话的进行，气氛逐渐活络起来。小静给锅里倒上汤，插上电，没一会儿，一桌丰盛的火锅就做好了。Sarah 拿着筷子，看着电饭锅里翻滚的红油汤底，有些犹豫。小静说，我只放了半袋底料，你尝尝，要是辣了，这有果汁呢。说着给 Sarah 倒上。Sarah 加了一小片生菜，刚吃了一口就辣得直哈气，接着就不停地咳嗽起来。小静见状赶紧递上饮料，可是 Sarah 越咳越厉害，脸憋得通红，眼泪也被辣出来了。小静递过去的饮料还没喝到嘴里，他就打了好大的一个喷嚏。小静急忙跟他说，快喝饮料，喝一口就好了。
萨拉接过杯子，猛喝了几口，终于缓过气来。天哪！萨拉清了清嗓子，我刚才差点被辣死，你还说不辣？青菜是最希辣的，好吧？小静捂嘴笑着说。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们两个仿佛是一起经历了一场劫难。萨拉也变得放松了很多。饮料喝完了，小静从冰箱拿出仅剩的一听啤酒，两人一人一半，举杯庆祝新年的到来。他们聊到彼此的成长经历，时而大笑，时而伤感。小静说，过去家里人多，房子小，特别渴望能有自己的房间。第一次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就是现在的这个家，当时她都23了。Sarah 说，她倒是希望有一个大家庭，所有人都挤在一张沙发上，吃吃零食，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她的人生缺少的恰恰是乱七八糟的人情味儿。Sarah 说，我其实非常感激我的养父母，他们鼓励我通过教育实现个人发展。我从小就知道，女性要首先实现经济独立，然后是精神独立。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去巴黎 HEC 深造的原因。只可惜，我最终没能和他们一起回到中国。小静安静地听着，她对Sarah的经历了解的越多，就越感到惭愧。当初她还以为Sarah的人生无忧无虑，而现在她更加理解，在Sarah自信光鲜的外表下，也有她的忧愁和遗憾。电视里春晚的歌舞进入高潮，新年的钟声快要敲响了。窗外响起了零星的爆竹声。酒足饭饱，小静提议，我们出去看烟火吧。他们来不及收拾，套上大衣就下了楼。楼下邻居一家正在放烟火，孩子们兴奋地围着烟花捂着耳朵，一会儿拍手叫好，一会儿吓得躲到大人身后。烟火像金丝的丝带一样喷射而出，牵着红黄蓝绿紫宝石般的绚烂冲向天空。那五彩缤纷里满是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大人们都若有所思地望着这烟火，默默地为来年祈福。四周的爆竹声越来越密集，他们知道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5、4、3、2、1，人们兴奋地欢呼着，过年啦！Sarah 和小静仿佛像两个孩子一般咧嘴笑着，烟花的光火照映在他们的脸上。是的，新的一年到来了。人生总是充满起伏，当你以为自己即将成功时，可能会陷入困境；当你认为无路可走时，又会迎来转机。正是这样的起伏波折，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而多彩。也许最终我们什么也带不走，但寻找自我的过程就是意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地面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萨拉兴奋地叫道：“下雪了！”她张开双臂，让雪花自由地洒落在她的脸上，露出了童真的笑容。雪越下越大，仿佛也在庆祝新年的到来，见证Sarah和小静这段意外的友谊。直到两个人的头发和睫毛都变成了白色，放烟火的人群散去，街道渐渐恢复了寂静。Sarah 看了看表，此时已是凌晨1点。她略带不舍地对小静说：“时间过得真快，都快1点了。
我也该回家了。今天真的太开心了，谢谢你的大餐。小静有些腼腆的回应，什么大餐，就是一顿简单的火锅。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陪我过年。小静把萨拉送上车，两人挥手道别。小静目送着汽车渐渐远去，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一切。压在他心头的重担似乎轻了很多，并不是说萨拉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是萨拉似乎让他感到了一种熟悉的斗志和坚韧。从小到大，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似乎都在不断地告诉他别犯傻，别做梦。在家人面前，他努力克制野心，但在上海生活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另一个自己，那个家人和朋友不曾了解的小静。而萨拉的出现让他更加确信，那个掩藏在顺从温柔的背后，小静真正的底色是逆天改命的野心。一阵寒风吹来，小静从沉思中慢慢缓过神来，裹紧了大衣，蜷缩着脖子，转身往家走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小静！”他转过身，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你怎么来了？小静看着眼前的男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徐磊是她在大学谈了4年的男友。大学毕业后，他们两地相隔，一个在西安，一个在上海，一过就是4年。徐磊的那点工资几乎都用在来上海看小静的路费上了。上次见面是2个月前。徐磊拖着行李箱，小心地在雪地里走着。他假装有些生气地说：“你说我怎么来的？给你打电话也不接。我跑到你家，阿姨说你临时决定不回家过年了。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过年呢？所以我就连夜赶来陪你啦。”小静心疼地看着走路踉踉跄跄的徐磊，她抱歉地说：“我工作上遇到点烦心事儿，就没给你打电话。”两双眼睛遇到一起，徐磊宽大的手臂把小静拥入怀中，像哄孩子一样轻轻摇晃着。“有什么难处还不能跟我说了？”小静把脸从徐磊的怀中探出：“你咋来的？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徐磊得意地说：“你猜，现在哪儿买得到火车票啊？我坐飞机来的，最后一张票被我抢到了。你也不早点说你不回家过年了，总是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害得我差一点就来不了了。”夜晚的风刮得脸生疼，徐磊搂着小静的肩膀，两人拖着行李甜蜜地往家走去。徐磊问：“我刚下出租车就看到你了，你一个人大半夜站在外面干嘛呢？”小静一边开门一边解释说：“晚上有个同事来家里，刚好一起过年。”徐磊进门就看到茶几上吃剩下的火锅和碗筷，还有喝剩下的啤酒瓶，有点吃醋地说：“不是男同事吧？少在那瞎想，是我们公司从法国新来的女同事。”小静故意扯高嗓门强调那个女字，她刚好也一个人在上海过年，我俩就凑到一起了。徐磊放下背包，熟练地把外套挂在门后。这些年来他两地奔波，这小小的房间俨然已经成了他的第2个家。
他仰面瘫倒在沙发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躺下了，我的老腰。小静走到他身边问：“你吃饭了吗？”徐磊委屈地说：“没，我飞机上睡着了，飞机餐也没吃上。”小静说：“我去给你下包方便面，家里的剩菜都用来煮火锅了，我哪知道你会来，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徐磊伸手把小静拉到面前，两人甜蜜地相拥在一个不足1米宽的沙发上。徐磊抚摸着小静的长发说：“我要你天天给我做饭，你别在上海了，跟我回家吧。我们这样两地相隔真的好辛苦，我真的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见你一次太难了。”小静安静了几秒说：“要不你来上海，我们一起在上海打拼，凭你的能力在上海找工作不难的。”徐磊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把工作辞了，我爸妈不得把我骂死。上海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小城市适合生活。你不可能永远在外面飘着吧？叔叔阿姨有一天也会老的，他们需要你的照顾。你跟我回家吧，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我们一起照顾他们，这样多好。”小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刚想起身去给徐磊泡面，就被徐磊一把拉回到怀里。过了这个除夕夜，你就来上海整整4年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我们的未来了？过完年，你辞职跟我回家。小静听到这话，突然抬起头：“我花了4年，好不容易争取到经理的职位，一旦回去了，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徐磊显得有些急躁：“我就不明白了，你的工作难道比我还重要，比你爸妈还重要？”小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大过年的，我不想跟你吵架。”徐磊看小静的脸色难看，委屈地挤出几个字：“谁要跟你吵架？我饿死了。”小静快速起身：“我去给你泡面，再给你加个荷包蛋，你乖乖躺着啊。”徐磊仰面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嘟哝着：“你快点回来，我要抱抱。”小静看着徐磊长不大的样子，又气又心疼。窗外的雪安静地下着，金黄色的灯光让小小的房间显得格外温暖。从大学到现在，他们相恋8年，徐磊恐怕是除了家人以外最了解小静的人了。大学时，徐磊不仅学业突出，而且相貌阳光俊朗，多少女生追在他身后。但徐磊偏偏爱小静，在他看来，小静不同于其他女孩子，她有种少见的独立和聪慧。大学那几年，他们时常一起自习、打饭，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1天。他们是同学眼中的金童玉女。但毕竟大学不是社会，那时的日子单纯得多，除了学习，仿佛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不必每天为了生存而担忧。那时的他们，两人的生活是同步的。可自从毕业后，小静和徐磊就开启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模式。徐磊从小衣食无忧，母亲在某医院任职，父亲是某事业单位的领导。他的家庭虽不能说非常富裕，但父母从小没让他在钱的问题上有任何烦恼，吃的用的他一样也不少。也许正是在这样轻松的环境中长大，让他活得格外松弛，遇到什么问题好像觉得都不是事儿。每当小静在家里遇到难处，徐磊总是用他的力量默默支持着这个外表坚强却也需要依靠的姑娘。
那4年里，小静宁可放假待在宿舍，利用寒暑假去校外打工，也不想回家，因为一回家就是各种烦心事儿。而徐磊呢，就好像小静身边的护花使者，总能让阴云散去，让她感受到满满的爱。起初，小静的家人还担心一个女孩子总不回家是怎么回事。后来1年又1年，看着徐磊守护在小静身边，家人也慢慢接纳了徐磊这个简单阳光的孩子。只可惜，人生的轨道似乎不是我们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徐磊毕业后，父亲托关系给他在西安找了份稳定工作。从小在爱里长大的徐磊很难拒绝父母给他安排的安稳生活。虽说他的专业成绩优秀，但独自在社会上闯荡，他确实既没有经验，也没有逼自己一把的理由。而小静不同，毕业后不久，他就决定来上海找工作。当初家人一再阻拦，僵持不下，还是徐磊出面劝说，跟小静的父母解释，上海的这家公司机会有多难得，他相信小静的实力，如果不去上海，实在是浪费了机会。但自从那时起，他和小静之间也开启了4年的拉锯。徐磊让小静回老家，小静让徐磊来上海。徐磊当初之所以帮小静说服家人，是因为他太了解小静的倔强，不让小静试试，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徐磊总想着，外地哪儿那么好混，混不动的时候肯定还得回家。不管怎样，他愿意等。可4年过去了，小静似乎没有返乡的意愿。在小静心里，她虽然知道徐磊没有像她一样的斗志，但是她也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得跟自己一样活成个斗士。她理解徐磊的选择，也很清楚，很多时候是徐磊主动做出了让步和牺牲。可是他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过年期间，公司放假，小静带着徐磊在上海开开心心地玩了3天，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在外滩的夜色里手牵手散步，在梧桐树下晒着暖暖的太阳。日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慢，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什么也不必担忧，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第4天，小静陪徐磊坐地铁，一直把他送到机场。马上就要进入安检区域了，徐磊和小静紧紧抱在一起，做最后的道别。静，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爸妈给我们买了套婚房，听我的，回来吧，我都想好了，你一回来我们就结婚。小静惊讶地望着徐磊的眼睛，这个和他相知相恋了8年的大男孩，他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结婚这2个字，他不仅不会感到兴奋，反倒有一丝隐隐的害怕。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害怕，他是真的爱徐磊，可结婚就意味着小静必须停止他在上海努力的一切。小静默默地把头埋在徐磊怀里，他的心里很苦，也很乱。他想要向前，但是身后仿佛有无数个铁链紧紧拴着他，而每一根铁链都是以爱的名义。机场大厅播报着航班动态，徐磊不舍地放开小静，拖着行李走进了机场安检通道。
透过安检的玻璃，徐磊对小静做着鬼脸，而小静望着这个大男孩的背影，笑着笑着，脸上已挂满了泪水。自从和 Sarah 在除夕夜意外相遇，小静已经不再会因为 Sarah 的出现而感到过度紧张。他们在工作中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小静作为 Sarah 的得力助手，项目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最近一段时间，她也会时常对着电脑两眼发直，一想就是很久。小静，小静，身后传来了 Sarah 的声音。小静回过神来，强挤出微笑问：“哦 ，Sarah， 你找我有事吗？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谈。”小静走进 Sarah 的办公室，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Sarah 双手交叉在胸前，面对微笑地看着小静。小静，你之前跟我说很想去巴黎，对吗？小静有些疑惑地问。对呀，怎么了？我从巴黎总部接到了新的项目邀请，要求我做完手头的项目就返回法国。小静问，这么快你就要离开上海了吗？ Sarah 说，是的，不过我有个好消息，巴黎总部让我推选一位得力的人选，跟我去法国组建项目团队。我立刻就想到了你，怎么样，跟我去法国发展？曾经的小静时刻都在期盼着这样的机会，可此时的她却陷入了两难。Sarah 看到小静的迟疑问，听到这个消息你不高兴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小静想起在机场和徐磊的道别，想到他们的婚房，想到徐磊失望的表情，她吞吞吐吐地问，要去多久？ Sarah 说，这个不好说，至少1年，或者更长时间。看出了小静有心事， Sarah 礼貌地说，对不起，我应该想到的，离开上海不是个简单的决定。没关系，你可以拒绝我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要有压力。小静默默地抠着手指，内心无数个声音撕扯着。她的视线停留在 Sarah 电脑旁相框里的一张卡片上。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dare. Sarah 顺着小静的视线看到了相框。哦，你在看这个啊？这个是巴黎商学院的校训。说着 ，Sarah 把卡片递到小静面前。我上次在你家无意看到了你写的卡片。It takes courage to grow up and become who you really are. 小静，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你不仅勤奋努力，而且确实向大家证明了你的实力。但我也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你愿意，今天周五下班后，我请你吃甜品，可以详细跟我聊聊你的真实想法。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我非常乐意。小静点点头。那我们晚上7点半见，我把地址发给你。好的。小静神情复杂地离开了办公室。小静拿着手机，跟随着导航指令的路线走着。这时，小静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妈妈在电话那头习惯地询问着：“静啊，吃饭了吗？过年都没回来，抽空回来趟吧。工作忙吗？”话还没说完，爸爸接过电话：“女孩子差不多就行了，那么拼累的是自己，我们又没指望你出人头地。”妈妈在一旁嘟囔着抢过电话：“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喝点酒就乱说话。”
妈妈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小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对话，不知道该如何向父母解释内心的想法。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过小静内心要的是什么。他理解父母的不易，他们不计得失的付出，只想要小静平安幸福，不要那么辛苦，过平淡幸福的日子。可为什么平淡的日子让他感到窒息呢？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是大房子、名牌包包、社会地位？不，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是选择说不的权利，是可以选择怎么个活法的自由。他不是讨厌平淡，而是讨厌平淡的背后常常是因为别无选择。正当这时，手机传来导航的提示，你已到达目的地。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走到了一栋西式老宅子前。透过窗户看到 Sarah 正坐在咖啡桌旁，桌上花瓶里插着粉色的鲜花，和白色的窗帘相得益彰。咖啡厅的顶部，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悬挂在中央，晶莹剔透的流苏时不时散发着五彩的光。小静一进门， Sarah 就看到了她，开心地摆手让她过去。小静脱下外套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Sarah 兴奋地问：这个地方怎么样？还不错吧？我没想到在上海能找到这么地道的法国甜品店。 Sarah 帮小静点了甜品，他们的对话正式进入主题。去法国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小静叹了一口气，一言难尽。Sarah 说：方便告诉我吗？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小静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她和 Sarah 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Sarah 真的能理解她的处境吗？ Sarah 主动问：我猜猜啊，你担心去了法国回不来了？又或者你更喜欢在上海发展？小静一只手托着下巴望向窗外。 Sarah， 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在爱情和事业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Sarah 想了想，这取决于我有多爱这个人，他为什么值得我放弃我的理想？但是等等，为什么一定要二选一呢？小静说：我有个谈了8年的男友，他叫徐磊，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父母给他安排了工作，他就留在了西安，而我选择了上海。怎么说呢？他是个善良的男孩，可能是从小不用为生活担忧吧，所以没什么危机感。他父母给我们买了套婚房，打算让我们今年结婚。他一直在等我回老家。小静停顿了几秒，接着说：其实在你刚来公司的时候，有段时间我非常焦虑，认为不管我多么努力，恐怕都无法像你一样优秀。毕竟我们的起点不同。小静低下了头。可是我不甘心辞职回老家找一份普通的工作，结婚生子，像我妈一样为家庭操劳一辈子。我现在心里很乱。Sarah 说：我没想到我的到来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我明白了，你在为怎么在爱情和事业之间做选择而为难。小静，请你诚恳地告诉我，当我说你可以去法国发展，你的内心是激动，还是没什么感觉？小静说：
能去海外发展是我做梦都想实现的理想。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徐磊，还有徐磊的父母，我自己的父母。我不能抛下他们，只顾追求我自己的人生啊。Sarah 深思了一会儿问：我们不如做个假设，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家庭，你还会选择现在的父母，还会选择徐磊吗？小静听了有些激动。我当然还会选择他们，我不是嫌贫爱富，我只是想实现我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想担惊受怕的过日子。Sarah 接着问：好，那如果你回到老家，徐磊真的能让你摆脱对未来的担忧吗？你确信不会把自己的失败责怪在他头上，你父母头上？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继续爱徐磊吗？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小静沉默了。她想起自己刚来上海时，每天想的就是要努力工作，不要回到过去。如果真的回去了，以她的个性，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被打回原形呢？ Sarah 继续说：我能听出你非常在乎你的家人，也非常在乎徐磊。但是，你觉得孝敬父母、忠诚于爱情的底色，就应该是愧疚感带来的责任吗？如果你过好了，难道他们不应该为你感到高兴吗？小静看着 Sarah 静静思考着。是啊，爱的底色到底是什么呢？是带着愧疚感的不得已而委曲求全，还是该真诚地面对彼此，让对方看到真实的自己，而后确信仍旧深爱着？他似乎一直在逃避面对这个问题。的确，他只是劝说徐磊来上海，但从没向他抛出内心真正的担忧。难道徐磊要依靠父母过一辈子吗？这不可能。小静说：你说的没错，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徐磊开口。Sarah 问：你难道不想知道徐磊到底能不能为了你们未来的家庭变独立吗？你不问他，是从根本上不相信他的能力，还是不相信他改变的可能性呢？又或者是你担心让他看到了你的真实想法，会让你们的爱情终结？小静安静地聆听着，好像明白了什么，缓缓说出：你说的没错，我之所以担忧，其实这3个原因都有。Sarah 微笑着说：你和徐磊都值得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不是吗？婚姻不该让你们双双跌入人生的负循环，而应该开启人生的正向循环。这样的努力，难道不值得吗？小静惊讶地发现，Sarah 居然说出了压在她心底不敢说出的话。长久以来，她一方面希望自己变好，但又担心自己变好，因为脱胎换骨的改变似乎是对她的过往成长的经历一种彻彻底底的否定和背叛，就好像如果她变好了，似乎也在说过去不好。正是这个深层的矛盾，让小静背负着太多的愧疚感。可这不是她的本意，她希望大家都好。小静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徐磊无法接受我去法国这么突然的改变。我要怎么说服他呢？ Sarah 说道：我会跟法国总部尽可能争取更多的福利待遇。公司不仅可以向你提供住房福利，还会给徐磊申请长期探亲签证，确保他在法国有合法的身份可以工作和学习。你还记得我跟你提到的
巴黎 HEC 商学院吗？小静点点头说，我记得。Sarah 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还可以通过公司申请培训福利，由公司为你支付去 HEC 攻读 MBA 的学费。你可以选择半工半读，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但这样的学习要持续大概2年左右，而且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你需要为公司效力3年来回馈他们对你的栽培。小静，这么难得的机会，你要慎重考虑哦。不过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尽力去争取。我相信徐磊和家人不会不考虑你的前途问题。听到 Sarah 的劝导，小静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Sarah， 明天周6我打算回家一趟，跟家人商量一下出国的事情。你说的没错，同不同意我也得试着谈。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帮助。Sarah 轻轻地拍了拍小静的手臂，仿佛是在说，不用多说，我都理解的。Sarah 虽然比小静大不了几岁，但在她的身上总是能看到一种超出这个年龄的沉稳和智慧。在小静心里， Sarah 就好像是个大姐姐，总能在关键时候为她带来一些光明的指引。周6一大早，小静就赶往机场，买了最早的航班。出发前，她给徐磊发了微信：磊，今天我回宝鸡，你来家找我吧。信息刚发出，徐磊那边就发来了一连串的爱心表情。航班发过来，我去机场接你，我开公司的车，咱俩一块儿回家。在飞机上，小静坐在靠窗的位置，心里盘算着应该怎么开口说服徐磊一起跟他去法国。飞机平安降落在西安咸阳机场，小静一走出航站楼，就看到徐磊穿的那件他熟悉的浅棕色大衣站在车前等他。徐磊面带笑容地走过来，接过小静的行李，轻松地放入后备箱。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公司的事儿搞定了，徐磊问。小静没有立刻回答，等了几秒钟说，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谈。徐磊感到一丝不安，迟疑地坐进了车里。两人系好安全带，车子缓缓启动。徐磊关心地问，什么事儿啊？小静说，公司要派我去法国做项目，你跟我一起去吧。法国总部可以给我们提供住房补贴，可以给你申请长期签证，让你在法国合法的工作和学习。我还可以半工半读，免费攻读 MBA。你跟我一起去法国打拼好不好？徐磊问，去多久？至少2年，也许会更长。小静说。徐磊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你回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我在上海跟你说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进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心态平和一点，不要总是追求一些你够不着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啊？当初你说去上海，说试试就回来，现在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小静委屈地说，徐磊，你认识我不是1天2天了，你知道我的性格，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努力？我不想局限在小城市，嫁人生子，忙忙碌碌地过完这一生。徐磊提高了嗓门，小城市怎么了？你是不是去上海待久了，看小城市什么都不顺眼，觉得我也不顺眼了是吧？车厢里突然安静了。徐磊紧皱着眉头看着前方的路，嘴唇紧闭。
他感到精疲力尽。他那么用力地追，却怎么也追不上小静。他一直在等小静回来，等来的却是更远的逃离。小静委屈地咬着嘴唇，刚要说什么，又转过头望向窗外，默默地流泪。车外的景象飞速地倒退，远处的山峦在蓝天下显得格外清晰。小村庄的房屋在清晨的迷雾中若隐若现。矮矮的墙头前，一个妇女正推着自行车，后座上年幼的孩子在不平坦的道路上颠簸着。男人骑着摩托车在村间的小路上飞驰而去，扬起一片尘土。田地的泥土被清晨的阳光包裹着，泛着金色的光。田地里稀疏地散落着几个孤零零的坟头，小土坡上插着已被风化的花圈，看上去破败而萧条。天空中几只小鸟快乐地飞着，它们忽上忽下，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尽情飞翔。小静感叹，人的一生是那么短暂，很多人一生都不曾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他的坚持有错吗？在长久的沉默里，徐磊在脑海中跟自己激烈地争辩着。徐磊问自己，我到底在怕什么？你怕小静比你强，这样你就会显得你很无能。一个声音说，上海有什么好的？国外有什么好的？他对这个声音反驳道，你没得到，所以你执意相信现状比改变好，熟悉比陌生好。你其实就是怕，你怕小静可以，但是你不能。徐磊的双手紧握方向盘，他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仿佛是要把脑海中的杂音全部吐出去。徐磊渐渐意识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他和小静之间的问题不是去不去法国的问题。他很清楚，只要还有机会，小静就会不断地向前。这正是他们之间最根本的矛盾。他想留下，过平凡的日子，而小静要不断地走得更远，超越自我，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也是宿命。就在这时，徐磊的手机响了，是父亲打来的电话。今天他原本要接小静一起回家吃饭的，他现在实在没心情接父亲的电话。手机铃声在车厢里响了一阵，就安静了。他和小静都陷入了两难。徐磊的车开进了熟悉的街区，自从家家户户买了车，街道比以前更拥挤了。车子走走停停，开得特别慢。就在这时，小静突然看到马路对面提着菜篮的妈妈，她摇下车窗，在人群中喊：“妈，妈！”小静的妈妈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向后看了一眼，不知道是谁在叫妈，只觉得这声音特别熟悉。直到她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中看到马路对面不断向她挥手的小静，妈妈横冲直撞地从拥挤的车辆中间穿过马路。妈，你注意安全啊，也不看车。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妈妈看到开车的是徐磊，笑着说：“徐磊啊，是你送小静回来的，到家坐吧，我给你俩做好吃的。”徐磊强撑着微笑说：“谢谢阿姨，我今天还有事要办，改天过去吧。”
他转过头对小静说：“要不你在这儿下车，这会儿堵车堵得厉害，一时半会儿开不进去的。”小静用眼神快速地扫了一下徐磊的脸，他的脸色特别难看，只好说：“行，我先跟我妈回去，你去忙你的吧。”徐磊帮小静从后备箱拿了行李，简单的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上了车。徐磊看似冷漠，但在小静走后，他通过后视镜目送小静走了很远。小静不想让妈妈看出此刻的她心乱如麻，于是伸手想接过妈妈的菜篮子。妈妈说：“没事儿，不沉不沉，你这箱子比我的沉多了。”妈妈看出小静的异常，问：“怎么啦？和徐磊吵架啦？”小静摇摇头：“你这孩子总是这样，总这么冲动，想干啥就干啥，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女儿挽着妈妈的胳膊撒娇说：“怎么啦？看我回来还不开心啦？”“开心开心，你回来了肯定开心。”小静和妈妈走上熟悉的楼梯，这是她从小长大的房子。她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就是和小伙伴在楼下的墙上涂鸦，孩子们骑着楼梯的扶手向下滑，比赛谁能从更高的楼层跳下。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妈妈推开家门就喊：“小静爸，你看谁回来了？”爸爸正戴着眼镜在卧室的床上整理着他的工具箱，眼镜挂在鼻梁上，定神看了好久才认出小静，赶紧从床上下来：“哦，小静回来了，怎么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小静说：“刚好周末放假，我就想着抽空回来一趟吧。”小静的家很小，卧室正对着入口，一张2米的床把卧室填得满满的。左手边是客厅，客厅里除了桌子电视就是床。小静上大学前就一直睡在这张床上。窗户上贴着过年时的窗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窗帘还是几年前的，泛着微微的黄。妈妈立刻围上围裙，跑进厨房忙活开来：“今天妈给你烧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老张，你一会儿把床收拾一下，你看这床乱的，小静晚上还要在这儿睡呢。”“好啦好啦，你少说几句吧，我一会儿就收拾。”小静又回到了她熟悉的家，那个她日夜思念又想逃离的家。老两口在厨房里进进出出，房间里弥漫着炝锅后的辛辣味儿。墙上的相框里挂着他小时候和奶奶去公园的合影，那时奶奶还健在。小静幸福地从身后搂着奶奶。他的父母年轻时工作忙，长期在外地工作。小静是跟奶奶爷爷长大的，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远方是什么。爷爷、奶奶和小静，还有她所熟悉的这个城市，就是整个世界。后来，小静的妈妈下岗了，就再没出去工作过。奶奶去世后，小静的父母搬进了老房子。不一会儿，客厅的桌子上摆满了小静爱吃的红烧肉、红烧鱼、酸辣土豆丝，还有爸爸最爱的酱牛肉。爸爸从橱柜里拿出一瓶白酒，小心翼翼地倒在透明的杯子里。这是爸爸人生的一大爱好，每天喝点小酒。电视里播放着热点新闻，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妈妈给小静盛饭，放在她面前，不停地给她碗里夹菜，说着：“这个你爱吃，多吃点儿。”
爸爸皱起眉头，他这么大了，自己不回家吗？妈妈说，哎呦，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次。爸爸问，过年怎么突然不回来了？上海的工作要是不顺利，就回来吧。小静放下筷子，安静地说，爸妈，这次回来是想跟你们说件事儿，我可能得去法国一阵子，公司在法国有个项目，我想去试试。妈妈问，去多久啊？你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国外怎么行？徐磊跟你去吗？小静说，我还在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去吧。爸爸说，你和徐磊从大学到现在，这么多年在一起不容易，人家徐磊一直在等你，你说去上海，他就让你去，换做别人早就不坚持了。你这个孩子就是心太高，你要为自己早做打算，你也不小了，转眼27了。妈妈笑着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3岁了。小静用筷子小口小口地往嘴里送米饭，好像吃饭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嘴堵住。妈妈看出小静心情不好，赶紧说，好了好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爸爸有些恼怒，都是你给惯的，现在一不高兴就不回家。你说你跑那么远，你有没有想过我和你妈？小静反问，爸，你说我读书是为了啥？就是为了最后像我妈一样结婚生子，一辈子在家围着男人和孩子转吗？我想有个不一样的人生，不可以吗？妈妈在旁边拉了拉小静的袖子，小静，不许这么跟你爸说话。小静倔强地把手快速收了回去。妈，我说错了吗？如果让你再选一次，你会甘愿在家守住我们一辈子吗？小静妈为难地说，愿意愿意，为你们爷俩我啥都愿意，我这辈子就这样啦。小静激动地红了眼眶，声音颤抖地说，可是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难道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吗？客厅的空气突然凝结了。爸爸放下手中的酒杯，叹着气，无奈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他想起小静上中学时梳着个马尾辫，天天在眼前晃荡。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女儿已长大成人。小静笑的样子是那么像妻子年轻时候，但很多时候她又特别不像。小静比他们2个年轻时更聪明，更独立，头脑更敏捷，性格更刚强，更倔强。爸爸长长的叹了口气，看着墙上母亲的遗像，哽咽地说，妈，这个孩子我是管不了了，他这个性格一定是继承了年轻时的你。安静了许久，小静爸缓缓地讲出，小静，你知道吗？1943年河南闹饥荒，你奶奶年仅11岁，带着年幼的弟弟，怀抱1岁大的妹妹，跟随爹妈从河南逃荒到陕西。半路上，妈病死了，妹妹也饿死了，只剩下他们爷仨艰难地强撑着，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宝鸡安了家。你奶奶自打年轻就好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低头。也正是这样的性格，帮我们度过了多少难关。在那个时代，一家人只要待在一起，不饿死，有衣服穿，有屋檐可以挡风避雨，就是幸福的。但即便到你奶奶年老的时候，她还经常跟我说，可惜呀，要不是那个时代，她肯定能做一番大事，她绝不会一辈子被困在家里。你奶奶是个做大事的人啊。
你这爱闯爱拼的性格，跟你奶奶可真像。时代变了，爸爸知道，时代变了。父亲沉默了许久，在一片寂静中说出：“你去吧，我不拦你了。但你一定要记得常回家看我和你妈。”看到爸爸用苍老的手揉着眼睛，小静赶紧跑到父亲身边，抚摸着父亲的后背，一家人拥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晚上，小静睡在小时候的床上，听着钟表滴答滴答地穿梭在月光下，不知什么时候，她渐渐地闭上了眼睛。睡梦中，她梦见自己在绿油油的麦田里奔跑着。她爬上一个小山坡，望着远处的山峰，对旁边的人说：“你看，我要去那儿。”旁边的人是谁？小静看不清他的样子，只隐约觉得那个人，他好熟悉，好熟悉。徐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开门就闻到客厅刺鼻的烟味，紧接着他就望见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弓着腰，默默地抽着烟，一言不发。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落得老高，徐磊意识到家里有事情发生，跑到卧室，发现妈妈正坐在床上抹泪。看到徐磊回来了，妈妈激动地跟他说：“孩子啊，是妈不对，我当初应该听你的，不该去炒股啊。这次股市大跌，我跟你爸的养老钱都搭进去了，我真是糊涂啊。”说完又泣不成声。徐磊这才意识到，前阵子妈妈还神秘地跟他说，过完年要大赚一笔，全家往后衣食无忧。徐磊确实知道母亲一直在炒股，投资各种基金，这些年来也确实赚了点钱。但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想着他和小静要结婚，父母就想趁着手气再赚一笔。可幸运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总是落在同一个人的头上呢？徐磊问：“你们亏了多少？”妈妈只是摇头，不肯说。徐磊追问：“10万？”徐磊妈还是摇头，她继续问：“20万？”妈妈哭着说：“我们赔了40万了，孩子。”40万，对于大城市的家庭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小城市，40万购买一套不错的房子，是2个退休老人7、8年的生活开销。徐磊陷入了沉默，脑子里反过来倒过去只有一句话：怎么办？他现在的这份工作虽然稳定，但是每个月就那么点死工资，别说给父母生活费了，仅能勉强应付自己的生活开销，有时甚至还要靠父母的补贴度日。从小到大，父母都没让他为钱发过愁，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才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徐磊强忍着内心的焦急，安慰着妈妈：“妈，您别着急，钱没了还能再赚回来，不是还有我呢吗？”徐磊妈心疼地看着孩子。徐磊又来到客厅，走到父亲身边：“爸，您别太生气了，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办法。”说完，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徐磊想，父母炒股失败，其实也有他的责任。
他只知道向父母索取，却从来没为这个家承担些什么。父母现在都退休了，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养老。可他又没有快速赚钱的本事，去哪儿找这些钱呢？他突然想到了父母给他和小静买的婚房，要不把婚房卖了，或者出租，这样至少能给父母补贴一些家用。想到小静，他心里一沉。他现在似乎有些理解小静一直以来的恐惧，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拼。可是她没有小静勇敢，她从来都没有真的离开过父母身边，也没有独自闯荡过。她没有检验过自己的能力。原本她还以为自己有了套婚房，能为小静挡风避雨，可这样的承诺根本经不起现实的敲打。小静现在要远走高飞了，而且只会飞得越来越高。她真的能追上小静的步伐吗？第二天下午，小静打包了行李，跟爸妈做了长久的道别。爸爸挥手让小静先走，转过身去，不想让她看到自己伤心的样子。妈妈拉着小静的手，关切地说：“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你还是要跟徐磊好好谈谈，这是人生大事，不能太冲动。”小静紧紧地抱了抱妈妈，走下了楼梯。前往机场的路上，小静试着拨打徐磊的电话，但电话那头传来已关机，无法接通。小静又尝试拨打了几次，还是关机。此时的她很愧疚，从上大学谈恋爱，徐磊就处处迁就她，保护着她。当初她决定去上海，父母那么反对，最终还是徐磊帮忙说服的。可今天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为什么每次都是徐磊为他做出让步和牺牲呢？他用微信给徐磊发了一条长长的消息，然后失落地把手机放进了包里，仿佛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徐磊这边，自从把小静送到家，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昨晚他彻夜难眠，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让他整个人老了许多。他明明已经把手机关机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开机关机，想知道有没有小静的消息。他的内心非常挣扎，自尊心在说，既然小静看不上我，要远走高飞，那就让她走吧。可冷静下来，他知道，小静明明是在说，他们要一起去法国打拼，而不是把她抛下。他是那么爱小静，从19岁到27岁，人生最美好的这8年，都是和小静一起度过的。他知道，小静不是贪图富贵，而是想过和父辈不一样的人生，想要稳稳抓在自己手里的安全感。他回想起上大学时，小静和他一起上自习，两人在图书馆备考，小静总是那个先于他计划的人。他意识到，当初爱小静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独立、坚强，面对困难从不退缩，而他自己却在遇到困难时习惯性往后退缩。毕业时，小静选择了去上海，他却留在西安，听从了父母的安排。
说是为了父母，但其实他真正怕的是看到自己失败的样子。他懊恼地抓着头发：“徐磊啊，徐磊，你这个男人真没用。”突然，一条短信出现在手机上：“磊，我们相爱8年，不容易。人的一生能有几个8年？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请你原谅我的自私，总是不顾及你的感受，一直往前冲。可是磊，我与你不同，让自己变好，是我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我今晚8点的航班回上海，别放弃我们，我等你，爱你的静。”看到小静的信息，再看了看手表，现在是5点，去机场还来得及。他再也无法等待下去。他起身打开门，客厅的父母突然看到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徐磊，非常心疼。妈妈赶紧上前问：“儿子，都是妈的错，妈真不应该相信炒股能挣钱。”徐磊沉着地说：“爸妈，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打算和小静一起去法国。”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疑惑地问：“小静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去法国了？”她工作有变动，要去法国发展，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上次她去上海，我没去，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你们二老给我们准备的婚房我不能要，你们留作养老用吧，我们还年轻，可以靠自己拼搏。徐磊的父亲一向沉默寡言，这是第一次他望着徐磊，发现自己的儿子仿佛是一夜之间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徐磊给父母简单介绍了情况，匆忙出了门。小静抵达机场以后，就不停地四处张望。她是那么希望在一个拐角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托运完行李，她一个人默默地走向安检处，好像每走一步都在问：我们8年的爱情真的就这样断送了吗？安检的时候，小静故意选了最长的一队，她想再等等，多等1分1秒也好。每往前走一步，她都在大声呼喊徐磊的名字：“别放弃我们，我求你了，别放弃。”她和徐磊在大学的日子历历在目，就连那些最小的细节也突然变得无比清晰。阳光下，徐磊熟悉的侧脸，微风中牵着他的手，转过身对他微笑的样子。小静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那样想念徐磊。终于进入了安检通道，小静有气无力地脱下外套，把电脑放在安检用的箱子里。她站在安检台上，跟随着指令，神情恍惚地转着身子。她的行李和物品在金属传送带上被叮叮咣咣地推了过来。她把物品随手塞进包里。此时的她已无心做任何整理。她把背包挎在肩膀上，漫无目的地看着指示牌。她眼神迷离，傻傻地站在那里很久。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说：“小静。”小静猛地转过身，站在她面前的是那个面容憔悴、
穿着浅棕色大衣的徐磊，他不是在做梦，真的是徐磊。小静再也绷不住了，一头扑进他的怀中，长久地哭泣着。徐磊把小静搂在怀里，还是像从前那样轻抚着她的发丝，像哄孩子一样轻轻地摇晃着。没事了，乖，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再也不会分开了。此时的徐磊笑中带泪。